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Polly。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了三律是什么，还有印象吗？那我们那时候有找了网页的示意图来让大家看到说，在网页上面人家在呈现毛利率、营业利益率，甚至是税后净利率的话，他会用这种折线图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如果我今天拿到 Open Data， 我要怎么样去做资料整理与呈现呢？那还可以一样用 Tableau 方向去呈现这样子的视图，那甚至还可以看到趋势的对比。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拿到的资料长什么样子。一个栏位、两个栏位，总共有5个栏位的资料。那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我可能有这个年度的资料，再来的话是我这4个利率的指标的资料。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它原本的资料，年度、季度的这个资料，以 Tableau 来讲的话，它没有办法直接去分析这件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之前有说过，它必须要是长的年斜线、月斜线、日的方式才有去分析，有办法去分析。那我们不就是要想办法去做出刚刚提到有年月日的这样子的数据出来，才可以去做分析。但我拿到的是这种年跟季度连在一块，没有办法去把它区分出来的分析，所以我们就要手动去调整。那在做手动调整的时候，我们在年度跟季度，我们这边会按下右键，那这里会有一个叫做转换的资料栏位，我们做一个自定义分割就好了。那不自定义，我们来做一个自动分割就好了。那我们在做自动分割的时候，你看它帮我分割2个栏位出来，这个是刚刚没有的。那其中一个栏位分割3，来看一下，它做了一个，它从 Q 来做一个区别，把2018跟1分开来了。那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它这个公式是怎么写的呢？这个一样是公式做出来，只是说在你现在看来，你感觉你是按右键就得到这个结果。那实际上的话，它做一个 split 的动作。那 split 的动作就是会把你的栏位里面的资料去做切割。那它切割的基准是从 Q， 那它取 Q 的第一个 ，OK， 好，第一个就是这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split 的另外一个方式。如果它取出那个季度的话，就是因为它从 Q 开始，然后呢，它刚 split 的方式是它取出第2个，好，那就第2个的话就是第2个的 Q 的第2个的右边的这一个嘛，因为它已经被它切成2半了。好，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资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首先你看到的这个1、2、3、4，它代表的是第1、2、3、4季。那1、2、3、4季对应到我们的月份的话，例如说第1季就是1到3月。第2季就是4到6月，以此类推。那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自己的话是习惯，我会把第1季标记成第3月，第2季标记成第6月，所以就3、6、9、12。所以我会去做一个判断，是把月找出来。那我做月的话，相信有在看我频道的人就知道我很喜欢用 if then else 的方式去写，所以我就写了，如果我的季的这个栏位等于1。大家会想说，这个季这个栏位怎么来的？因为我刚刚其实我自己就已经有先去把刚刚 split 出来的这个数字，先把它改成了季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们时间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我就会把我刚刚的季，如果是1，我就给它取个3； 2我就给6； 3给9。所以我刚刚提到的嘛，1、2、3、4我会转制成3、6、9、12嘛。那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接着我要把我的年月日组起来，我怎么组呢？前面这些都不要看，我实际上在组的时候，我就是把年加 slash 再加月份再加一个斜线1，那我就找到了我的2018年。假设这个是季度1的话，我就把我的月刚刚转换出来的3带进来。那你会说前面这些东西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做一次，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刚刚有提到，对我来讲，这个分割4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季嘛。那这个季呢，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转成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月份的这件事，所以这个月也已经转好了。好，那假设这2件事都转好之后，大家比较难的应该是去把它组成年月日。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在组年月日的时候，我直接把年，然后再加上冒号，中间这边我放个斜线，然后呢我要再把月加进来，一样是放进来的方式。那加完之后，我会给它一个数字，例如说我觉得它就是1号就好了。好，那这个就是好 new 的日期，好了，新日期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的新日期你可以看到我放进来之后，它是不是就得到我刚刚提到的我要的是2018年3月1号。好，那这个东西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就只要把年跟月跟日组在一块，然后中间给它一个 slash 的符号。那接着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如果有印象，如果它是字串，我没有办法直接去做刚刚提到的这种有时间轴表示的折线图，所以我还要再去这边把它的形态转成日期。那我转换成日期之后，一切就变得很简单了。好，我们再来做一个新的工作表，我们来看一下哦。当我有新的日期，我的这些毛利率又都在的时候，折线图应该是我们最常见的吧？我是不是就已经可以把毛利率的折线图做出来？那只是说，我们习惯用季度的方式来看哦。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总共有除了毛利率之外，我还有其他的指标。那我的营业利率我把它放进来，那我希望他们是共用一个轴，所以我就把它放到这边来啊。一样哦，我们再做一次。我希望它共用一个轴，把它拉到这个轴线放开。那我的税前净利或者是我的税后净利要放进来，我也是这样把它放进来。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再更弹性一点，我可不可以让使用者自己去选择我的度量名称？所以我就会在我们刚刚的筛选条件这边按下来，然后选择就是显示筛选条件。那这个筛选条件的就会放在我们的右上角，那我不就可以自己去选择我要不要勾选让我的税前净利要不要放进来？那如果我不需要的话，就把它移开。好哦，到这里你是不是就完成了跟我们网页上面的示意图长得很像的？我有折线图，我有年度，我有月份的部分。不大一样的是它用年来看，但是我们放到季来看。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再缩到年的方式去做一个呈现。那这样的话其实就跟刚刚我们的网页的示意图是很像的哦，但是其实它只是没有把季标出来而已，所以我们还是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季度的方式去表现。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旁边这个分析钮，我其实很常用这个趋势线来帮我来判断一下，如果我假设它是线性的，我的趋势其实整个向上，那我问一下台积电的股票，如果它的趋势一直往上走的，即便它的股价现在是500多，你还会觉得贵吗？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三率的表现，它其实都是一直在往上增长的，所以在整个整体表现都是还蛮看好的。OK， 好，那今天的分享主要就到这边。那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学以致用，也就是说我们教了这么多的内容，公司可能用一个财务的方式，以公司的角度来请我们来提供什么叫做三率的部分。那接着的话，你可以看到网络上它有呈现的图示。那如果说你想要把 Open Data 抓回来自己整理的话，最主要我们一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年月日这个的呈现，你要稍微花个时间伤个脑筋去把它转制好，接着你就可以做出跟我一样的视图，例如说有筛选器，然后有趋势线，可以让观看的人知道我们要呈现的内容是什么。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喜欢你会喜欢，也开始实际动手，让我知道你做的怎么样。好，谢谢大家。